南无无量法身无量寿无量光本师释迦牟尼怀卢迦那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么上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么一切护法菩萨摩诃萨。好，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今天要讲的是《大般涅槃经》释义品，接着上一次。我们现在要讲这一段经文，是要讲观无量寿佛经的功德。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解脱药，不为一切毒蛇等，为是药力故，亦能消除一切诸毒。其次，善男子啊，譬如有人得到了一种叫做阿解脱的妙药，他就不再畏惧一切毒蛇等等，因为他畏惧的是这种药的药力，而且这种药也能消除一切的毒素。是大圣经亦复如是。如彼药力不为一切诸魔恶毒，亦能降伏，令不复起。这一部能够成就大般涅槃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也是这样，如同那种妙药的药力，不畏惧一切魔众的邪恶毒害，也能将其降服。大圣行者修行这部大般涅槃微妙经典，就如同服下这个妙药，以经典无上功德力，可以完美的净除内心一切的贪嗔痴毒素。因此，魔所幻化的诱惑、恐怖胁迫就无法产生作用了。经文：复次，善男子，譬如有龙性甚鳖恶，欲害人时，或以眼视，或以气虚，是故一切狮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恶兽闻声见形，或触其身，无不丧命。其次，善男子，譬如有一条龙，性情非常的凶恶，当他想要害人的时候，有时用眼睛瞪人，有时用气喷人，这样就能使所有的狮子、老虎、豹子、豺狼、狗犬都感到恐怖及害怕。这些豺狼虎豹听到那一条龙的声音，电到它的形体，或碰触到它的身体，没有不丧命的。经文：有善咒者以咒力故，能令如是诸恶毒龙、金翅鸟等恶象、狮子、虎豹、狼柔善调顺，虚任成欲，
如是等受见彼善咒，即便调伏。这里说有一个善于咒术的人啊，凭借咒术的力量，能让这些凶恶的毒龙、金翅鸟，金翅鸟可以吃龙，凶恶的大象、狮子、老虎、豹子、豺狼都变得柔顺驯服，完全可以被驾驭成骑。这些恶兽见到那一位善于咒术的人，就立刻被调服了。我这里讲一个关于师尊的故事。那是在民国80几年的一个晚上，师尊在自家富强街那里的讲经会场，正在为信众要讲解《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呢。然而，这个庄严的气氛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骚动打破了。原来有一名红姓的男子手弯曲成眼镜蛇的样子，然后嘴里还蛇信般的吐出嘶嘶声，口中喷出的唾液带着诡异的黑气。被他喷溅到的人皮肤立刻就黑青了。这分明是蛇精附体想要来扰乱这一个法会清净之地。我们师尊看到这个情况眼神坚定，沉声喝道：这是如来的道场，你怎么敢在这里放肆呢？这红姓男子也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更急切的嘶嘶声，手势也变得更具有攻击性。师尊就再次的警告：你若执意不听的话，我就要请金刚秘籍把你拿下。随后师尊就开始口中诵念真梵音五会神咒，那么萨达塔苏卡多亚阿拉哈德三藐三菩提夏。接着师尊就对着虚空的护法说：请护法把他拿下。这时候奇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男子整个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住，瞬间跪倒在地，并且以这个跪姿脸鼻正面紧贴于地，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弹。这显然是护法已经用脚把他踩住。就这样，法会继续进行。过了15分钟后师尊今天的讲经告了一个段落，师尊才出声请护法把他放开。这男子挣扎的从地上爬起来，鼻子已经被压到扁了，他也顾不得疼痛，就赶紧跟师尊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杯大杯水，大杯咒水？师尊就请师母端水出来，并亲自为水持大悲咒。那个人喝下这水之后就悻悻然离开了。为什么师尊上海会法师以及这一部如来第一义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这么的神奇呢？
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上面说，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有持是法华经者，是法华经就是这一本《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所有一切大圣经典，只要提到是经，不是讲此经。比方说《大般涅槃经》讲是经的时候，指的就是所有的大圣经典共同指向的就是这一部唯一能够成就佛道的微妙经典。成佛之法就只有一个，84000法是提膝修道人啊，慢慢的类似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硕士，到最后这博士班嘛，就唯一只有这一部经可以成就。接着《法华经》的经文，虚空诸天为听法故，异常随事。就诸天呢，天界的天人，他也想成，他也是六道的众生，他也想要成佛道，所以啊，他都跟在这个师尊身边在听法，异常随事，随事左右。若在聚落、城邑、空闲林中，有时候在城市里，或者在聚落里，或者在空闲的林处，如果有人来啊，欲问难者，欲难问者，这就是说想要来质疑，想要来踢馆，想要来辩论的。诸天昼夜常为法故而护卫之。这天道的天人啊，在白天黑夜都在这部经这位如来所赐令的法师身边呢，在护卫着，能令听者皆得欢喜，让他可以顺利的说法，让听闻的人呢都能够心生欢喜。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此经是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神力所护故。这部经呢，是过去的佛，还有现在的佛都守护的一部经，未来也不会改变。未来佛也是一样守护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就是唯一可以成就佛道的那一部经，所以一切佛都护这部经。文殊师利释法华经，这里又说释法华经，于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受持读诵。这来讲，没有福报的地方啊，在无量的国土当中啊，连这部经的名字都听不到，何况能见到这部经？何况能亲自听到佛为我们演说他的真实意，而受持，而读诵。我们常常读诵记忆经典内容，可以让我们在自信中啊，常常入于大般涅槃的境界。好，我们回到释疑品的经文。声闻缘觉亦复如是，
见魔颇寻皆生恐怖，而魔颇寻亦复不生畏惧之心，有行魔业。声闻和缘觉都是小圣里面的圣者，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见到魔颇寻啊，跟这些狮子、老虎、豺狼、虎豹啊，看见恶龙一样，恶龙比喻魔颇寻。他看到这魔魄醒来，非常的恐怖啊！因为啊，他眼睛一瞪啊，气一吹啊，这必死无疑。所以啊，他们看到魔魄醒会升起恐怖之心呢、啊，因为生怕修行戒定慧的功德啊，会被魔啊以幻化出来的形象威逼利诱等种种模式来毁坏他的修行功德。然而啊，魔婆寻啊，毁坏他人的修行，这好像是他的天职，意志坚强，对这些修行人呢，毫无畏惧之心呢，仍然呢继续操持魔业。经文学大圣者亦复如是，见诸声闻不畏魔事，于此大圣不生信乐，先以方便降伏诸魔，悉令调善，堪任为成。因为广说种种妙法。这段说的有没有像师尊那天在台中法会降服这一个蛇精一样，让法会的人呢、都升起信心，也对师尊所讲的法更有信心。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修学大圣的人也是这样，如同那一位善咒之人，降服恶龙。修学大圣的人见到声闻行者，不畏魔事，然而他们却不对大乘佛法生起信乐之心，因为执着于84000法的关系，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最棒的，我们修的法是最好的，所以啊，他不知道自己修的法不能成就大波涅槃，能成就涅槃，但是不是大涅槃，不是终究，但是执着他们自己修的是很好，所以对大圣的法门，也就是能入于深禅定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呢，不相信，不喜乐，所以大圣行者便会先以方便降伏诸魔，因为声闻缘觉害怕魔，大圣行者就伏魔给他看，使魔众都被调伏，调伏的温顺良善，如同可以被驾驭的坐骑一般呢。然后啊，再为声闻缘觉这些修行人广为宣说微妙的大乘佛法。微妙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围绕在这部经典的所有的
大圣经典，例如《金刚经》、《法华经》、《大涅盘经》、《楞严经》等等，这里面的真实义啊，都广为详细深入的为大家来解说，令他们呢、放下他们所执着的小乘法门，也就是佛啊，为了教他的爱子那最高深理论的那一部书啊，之前得先教他学会写字啊。好，他们小乘修行的经典，就如同那个半个字是不完全的，要让他们放下不能成就大波涅盘的小乘法，真正进入大乘甚深经典、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的修行，令众生都能够因为这部经典的功德力，成就48愿中所说的一切功德。经文：声闻缘觉见条魔已，不生怖畏，于此大圣无上正法方生信乐。作如是言：我等从今不因于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碍。这声闻缘觉见到魔被调伏了，便不再产生恐怖害怕。同时啊，他们也对这部大圣无上正法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升起信心，并且说，我们从今以后啊，不应该再去障碍这一个无上正法了。经文：善男子，声闻缘觉于诸烦恼而生怖畏，学大圣者都无恐惧，修学大圣有如是力。其次，善男子啊，声闻和缘觉对于各种烦恼会升起怖畏之心，他们不只对外在的魔升起怖畏之心，外在的魔就是魔王波旬、魔众。我们内心的魔，五阴魔、生死魔、烦恼魔，这个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声闻缘觉也非常的害怕，必须要降服它。然而啊，修学大圣的人呢、完全没有恐惧。修学大圣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因为啊，大乘佛法的主地就是这部经《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就是诺多罗。这部经又称名为尽除业障，生诸佛前。为什么？因为这16关，从日观、水观、宝地观比较粗的禅定开始修习，然后渐渐进入宝树观、宝池观、总观想、华座观、佛像观、如来法身观、观世音菩萨法身观、普门品、大势至菩萨法身观、普观想、杂观想，依次深入禅定。在深禅定中，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净者佛土净，心念与佛菩萨以及极乐世界常乐我净高度的契合，所以能尽除一切的贪嗔痴、宿习惑业。宿习就是过去生的习气，包括这一生累积下来的种种习气，完全能够把它尽除。所以呢，面对这些烦恼，大圣行者知道这一部经典的实力，能够降伏一切烦恼，尽除一切烦恼。即使还慢慢的还有一些的烦恼习气自己都知道，都还在，但是我们天天来修行这个观经，能够尽除我们所有细胞里面我们八识田中所有的一切烦恼，一点一点的把它洗干净。从初修观经感受到观经强大的净化身心的功德力正如种种大圣经典，就是像《金刚经》《法华经》《大般涅盘经》等，形容四经的功德，对于观经一定能够降服一切烦恼，深具信心。所以，纵使自身烦恼业重，以勤奋修行观经，使此禅定入于佛的法界性，这就是见性。得佛48愿愿力的加持自知此生定能有所成就，更得一切护法菩萨加持，一切烦恼模式皆无畏惧。如果我们发现有魔扰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只要暂时停下一天的修行，专门来修康海会法师所教的真梵音能言咒，金刚密机护法菩萨就会从旁来帮助我们排除障碍，免除魔扰。所以这为什么大圣行者不怕魔扰，不怕烦恼业障深重，因为这部经的功德力都能为我们排除。以至因缘，先所说者，为欲令彼声闻缘觉调伏诸魔，非为大圣，就是这个缘故前面上一集我们所说的奴婢呵斥偷狗，叫他赶快离开，不然断了他的命。这个譬喻，以及勇健之人教导怯弱的人怎么样跟敌人对抗，怎么样拿刀、拿枪、长矛、绳索，比喻跟魔的对抗。那些譬喻是为了声闻缘觉讲的，因为声闻缘觉没有这部经典的功德力的护佑，的清净烦恼的能力，所以他们必须随时护卫自己的心念
不落入贪嗔痴，不跟随魔众而去。观无量寿佛经圆满流通分说：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花。分陀利花就是白莲花，它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稀有、清净、圣洁。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修行，能相信、能修持观无量寿佛经。好，现在在传的就是叫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把所有缺漏的经文补上。继续流通分经文，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殊胜的朋友，这了不起，可了不起了。我们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常常都来我们修行的地方，到我们的家里来看看我们，为我们护法，这实在是太殊胜了。当作道场生诸佛家，这样的念佛人啊，他将来啊就要成就佛道，而且生诸佛家，生在诸佛住在哪里？诸佛住在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确定，我们一生呢，认真来修持这部经，来清净我们的烦恼，这生往生极乐世界，胜券在握，一定要好好的保持，不要退转。好不容易遇上了，师尊今天帮我们开示的开经记，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这是实在是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让我们遇上了，自己让他错过了，会对不起佛吗？也对不起佛，会对不起自己吗？那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过去生累积的修行啊，才有这个福气，能够遇上这一部最上圣的大圣经典，唯一能够成就佛道的经典。自己呀、因为日常生活事务的繁忙，放弃了对这一部经典深入的修持。日常事务的繁忙，这一生完毕了，那些事都跟你完全不相干。你赚钱，钱再多，死的那一天就不再是你的。你担心儿女，你死的那一天，儿女再跟你不相干系。你以种种事物，种种理由啊，不去修行这部经，为了生活，
但终究一切是空啊。只有认真的、心心念念的来研究这些大圣经典里面的真实意所讲的，通通都是在说修这一部经典有多么的好。我们了解之后啊，按照这样做，天天去修行，才不枉费此生如此好的机遇吧。继续这个流通分后面的经文，佛告阿难：如好持四语，持四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这流通分啊，就是在16观最后面，整个十六观经讲完之后，世尊教完，从日观一直教到下品下生观完毕之后啊，交代阿难说：如好持四语，你要好好的受持这段话。我上面讲的16观，好持四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受持这16观的禅定，就是叫持无量寿佛名，也就是阿弥陀经讲的直持名号，这就是念佛的真意。有人说，念佛就是用口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人呢、是下品往生的人。下品就是造忤逆十恶、杀父杀母一生都不信佛，也不看佛经的人，他只有在临终之前呢、好运碰到善知识跟他开导啊，你现在如果你没有办法像16观法这样来观想如来的法身的话，那你就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佛以你称念佛名的缘分呢，让你下品往生。然而下品往生关在莲花是2大劫，下品终生的是6大劫。之后呢，还是要下来修行。为什么升到极乐世界还要下来修行？我们从48愿第2愿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第2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寿终之后，不会再生于三恶道，不然的话，佛就不是佛。如果极乐世界全部都是无量寿，那何来寿国中人天命终之后，这就是这类人下品生者，甚至一直到上品众生都还要下来再锻炼。但是上品众生就殊胜太多了，下品生者关在莲花6劫，6劫是多久啊？有这么好的缘分呢，提着灯笼也找不到，天天都把经书拿出来读诵，随文入观，真正入于这个禅定里啊，身心是非常的清净舒服的。
在观想中的一切的魔境呢、我们都不要着迷执着，以为真的有佛菩萨来向你开示啊。如果有互通的时候，就魔来互通的时候，你以为你能够知道他人的事啊，是自己修行的很有成就，以为这些神通啊是自己的能力，而自甘于在那个邪境当中。我们要对于非正观的境界，正观就是按照经文下去观想，叫正观。依正观入于禅定，叫正定，这叫做入正定。入正定之具，就是修行正观正定这一类的人。我们对于非正观境界，不要起执着，不要去追逐它。怎么追逐？每次禅定就想在看见那个境界，期待那个境界，甚至享受。如果你看到这些境界都不执着，都不放在心上，那魔境自然溃散。经文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不可消服，甚其甚特。若有闻者，闻以信受，能信如来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为稀有。如幽昙花，这部能够成就大般涅槃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呢，是所有的邪魔外道所不能摧毁、所降服的。它非常的奇特，非常的殊胜。如果有人有幸听闻到这一部经典，听闻后能够深信不疑，而且依此来修行，能相信如来这部常住法，了知如来是常住不灭的人，是非常稀有的，就像幽昙花一样的罕见。幽昙花它是用来比喻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经文：我涅槃后，若得闻如是大圣微妙经典，生信尽心，当知是等于未来世百千亿劫不堕恶道。我涅槃之后如果有人能听闻这样的大圣微妙经典，并升起信心和恭敬心，就应当知道这些人在未来世百千亿劫当中都不会堕入恶道，那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这部经典、深修这部经典的人，未来世都不会堕入恶道。但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一世把它修成上品上身。上品上身没有命中的那一天了，更殊胜，对不对？上品上身就是除了相信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的功德，并且修持之外也同时去研究大圣经典的
真实意，这样的人能上品上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经文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我涅盘后，当有百千无量众生毁谤，不信是大圣微妙经典。这是佛的预言，会有无量的众生，无量就是很难数啊，就是这些啊，修行二圣、小圣法门的人，他们会来诽谤这部经典。为什么？他们还是那个想法，我们修的法是最棒的、最好的。就好像吃着粗粮的人说：“我们这粗粮是最好吃的。”可是他们却没吃过这个甘蔗、稻米、石蜜这等好味。那时啊，佛陀告诉迦叶菩萨：善男子啊，我涅盘之后啊，将会有百千无量的众生毁谤和不信那一部能够成就大般涅盘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如同佛所预言的。也有人注解这部经典，也敬称观无量寿佛经呢是净土三经，却将这部16观的核心精髓啊，就是从日观一直到三倍往生观这样的核心精髓，把它转向到最微不足道的成佛之路，需要6劫、12劫莲花开后啊，仍然遥不可及的口称佛名，这是舍本逐末。这是真正在成佛的正道之中啊，硬生生指挥众生啊，指挥大家走进这个弯曲、遥远、难行之路，可叹众生福薄。佛之所以事先来预告会有人来诽谤这一部从极乐世界公载而来的微妙经典，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来思考，要依照释疑品来检视经典，检视这个护持正法的人。不要看大多数人都说这部经典的坏话，不相信这部经典，就自己也心生怀疑。原本自己啊，乘着这部最稳当、最快速，能够直达极乐世界的大船呢，在这船上可以看到，哎，有更多人搭的是这个外观华丽，但是却通往三界的船。因而啊，怀疑自己是不是上错了船，反而跳上贼船，哀哉！经文：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众生于佛灭后，久尽便当毁谤是经。世尊，复有何等纯善众生，当能拔济是谤法者？迦叶菩萨又对佛说了：世尊啊，这些众生在世尊灭度之后啊，经过多久的时间，就会开始来毁谤那一部，
可以成就大般涅槃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世尊，又有什么样的纯善众生能够来拔济和救度这些毁谤这部经典的人呢？经文：佛告迦叶：善男子，我般涅盘后40年中，与阎浮提广行流布，然后乃当隐没于地。这是佛的预言。我们先来说一下涅盘跟般涅盘。涅盘又称为有余涅盘。如果有人在世的时候啊，已经证到无我，心念恒处于极静的状态，只剩下还有这个身体的束缚和生老病死，这就是称为涅盘。如果啊，修行者生前已经证到这个有余涅盘，此生寿命已尽时，这个无常的身体随顺无常，走到四大分散的时候，这个人也彻底解开肉身的束缚，超越生灭，不再受生三界，法身现前，身心永恒常乐我净。般涅盘是什么？又称为大涅盘。跟涅盘比较，般涅盘又称为圆满的涅盘。是佛入灭时啊，是圣法身，是现法身常住不灭，常乐我净，是佛入灭的专属名词。老子有一句话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即吾无身，到我没有身体的那一天，吾有何患？我还有什么患难呢？这跟有余涅槃的境界是一样的。佛陀告诉迦叶，我们来解释刚刚那段经文的内容。善男子啊，我般涅槃之后40年内，这部经呢，也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在那时候将在阎浮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有广泛的修行者以此经为修行的依止。过了这40年后啊，观无量寿佛经就逐渐的隐没在世间，不是经文不见了，而是啊，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这是隐没于地的意思。对于大般涅盘经与观经的历史轨迹，这要说明为什么佛在讲的这个会隐没于地的经，是在讲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大般涅盘经，它的义理是被广泛的信受和弘扬的。虽然观经的经文有被流传下来，但是最核心的16观的禅定心法早就被遗忘了。修行人普遍将其视为不可行的难行道，而转向简单的称名念佛。而观无量寿佛经这部能够深入禅定，见如来法界性，因见性而明心，达到大般涅槃境界的观无量寿佛经呢，却被普遍的不信跟舍弃。直到佛所派遣的使者再次把他从极乐世界
把它完整的经文带过来，并且详解修行的要义，正法才会再次的被建立起来。经文：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疏落、醍醐，虽有之处，其土人民皆言是味中第一。世尊以美食还有初始的譬喻来阐明众生对大般涅盘经以及观无量寿佛经被接受的程度，以及福报还跟与他的福报跟根器有关。福德深厚的人自然欢喜信受；福德浅薄的人会排斥毁谤。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疏落，疏落就是奶制品，醍醐就是这个奶制品里面精炼到最精纯的、最上等的乳制品。在这些美味存在的地方当地的人民都会说，这个味道是最好的味道。经文：或复有人存食粟米及提拜，以提拜子，世人一言：我所食者最为第一，是福薄人受业报故。又有一些人他们只吃这个粗劣的谷物，这样的人他也会说，我所吃的东西是最好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福报浅薄的人，因为受到业报的缘故。经文：若是夫人耳处不闻数拜之名，所食为是精粮、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顿根福薄不乐听闻，如彼福薄正恶精粮及石蜜等。如果是福报深厚的人，他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小米、提拜这样的东西的名字，他们吃的都是精米、甘蔗、冰糖、醍醐高级的乳制品。这部能够成就大般涅盘的微妙经典《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也是这样子。根器迟钝、福报浅薄的人不喜欢听闻它，就像那些福薄之人厌恶精米、冰糖、甘蔗这些美味一样。我们来讲一下佛法五味，就是乳酪、生酥、熟酥、醍醐，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醍醐。这是什么？佛用这一个乳制品，这5种食物来譬喻法。乳就是牛奶，来比喻佛法最初开始的教义就是像《华严经》一样，深涩难懂。再来，再把乳提炼一下，得到乳酪，就是凝固的牛奶。这比喻比牛奶更为精炼的教义，像是《阿含经》小乘初阶的修行法门。生酥
就是在提炼出来的奶油，比喻更为深入的法门，像大圣方等经典。熟酥就是经过提炼的酥油，用来比喻更圆满的教法，如般若经典，像金刚经。醍醐就是最上等的酥油精华，用来比喻法华经、大般涅盘经。然后这个醍醐讲到最究竟，都是共同指向这个最微妙的无上法，就是我们在修持的这一部《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经文：二圣之人亦复如是，正恶无上大涅盘经。或有众生其心心乐，听受是经，闻以欢喜，不生毁谤。如彼夫人食于精粮。修行二圣的声闻和缘觉也是这样，我慢令他们厌恶这一部至高无上，能够成就大般涅盘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然而有一些众生，就是我们，心中欢喜，乐于听闻这一部能够成就大般涅盘的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听闻之后，心生欢喜，不生毁谤。我们就像那些有福报的人，享受精致的粮食一样。我们再讲一个寓言。经文：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深山险难恶处，虽有甘蔗、精粮、食蜜，以难得故，食喜积聚，不敢啖食，聚其有尽，为时数败。这个譬喻很有意思，就是关于这个法脉传承的一个隐喻。善男子啊，例如有一个国王，比喻我们娑婆世界的修行人，居住在深山险难、险恶难行的地方。这个险恶难行的地方，是譬喻我们三界六道险恶难行。虽然那里有甘蔗、精粮、食蜜这些美味，就是我们这里也都有大圣经典，当初世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演说的，但因他们很难以获得，就是经典都在，为什么说难以获得？因为啊，他们难以了解大圣经典其中的密语的真实意。方等经典中所说的四经，皆是指向那一部能够成就大般涅盘的观经。所以啊，他贪习积聚，不敢食用，就是把这部经典都珍藏的保存着，但是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啊，不知道要以观经作为修行的最高指标，深入修行，害怕他们会用尽，只是小米和提拜，所以啊，因为不能了解经中真实意，没有办法修行下去呀，只能依循不究竟的小乘方便法门。经文：有一国王闻而敏之，即以车载精粮、甘蔗而送与之，其王得以，即便分布举国共食。
民己时以皆生欢喜，闲坐是言：因彼亡故，令我得是稀有之位。有一位异国的国王，这是在比喻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听说了这件事情，对于那个深山里面的国王啊，心生怜悯，就用车辆载着金粮和甘蔗，这是比喻完整的经文以及经典里面的真实意，来送给这个深山里面的国王。这位国王啊，就是比喻我们这边的修行人，得到这些美味之后啊，也就是得到经典里面的真实意之后，就立即将它们分给全国人民共同食用，也就是广传真实意给所有乐于听闻的修行者。人民食用之后啊，就是依教奉行之后，都升起了欢乐心，因为可以成就清净心的缘故，所以心生欢喜，并且都说啊，因为那一位国王的缘故，就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佛菩萨，为我们带来法中的醍醐，并解说大圣经典真实义的缘故，使我们得以吃到这稀有的美味，让我们得以受持那一部可以成就大般涅槃的微妙经典。经文：善男子，是四种人亦复如是，为此无上大法之将。善男子啊，这四种人就是那一位凡夫具烦恼性，这是示现使者，他的身份是佛派遣来的使者，以及跟随这部经典来修行而成就毗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四种人，如同异国国王以及真山的国王，他们都是护持这部无上大法的主帅跟大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合掌感恩一下。感恩上海会大法师无量功德，智舍清净业报，亲临人间，广演如来最后垂范。佛说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见性微妙大法，一生成佛之道。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无量寿佛。